我花重金拍下一條重傷人魚，每天為他靈芝人參，助他傷癒蛻變成100年難遇的黃金人魚。人人賀我走運，說簽下契約，我至少能延壽100年。可就在契約前夕，他卻游向我妹妹，向妹妹表示自己找到了真愛，因為那100%的契合度，全家都逼我成全他們。我只能笑着點頭，但當晚我就將他摁上了砧板。黄金人魚淚能凝珠，血液養顏，魚肉延壽，傻子才拿你來談戀愛。我叫沈之夏，是 K 市醫療巨頭沈家的繼承人，也是所有人眼裡徹頭徹尾的瘋子。3年前，我在一場頂級拍賣會上，押上全部個人股份，拍回一條半殘的人魚。當載着他的特制水箱被推进沈宅時，全家人都倒抽一口冷氣，因為不服管教，那人魚被上任买家狠狠調教，鳞片剝落大半，尾鳍碎得像破布，耳孔處更是只有2個黑窟窿。那人魚是天生的聾子，母親尖利地斥責我說我瘋了，母親嫌棄地表示這樣的人魚白送都沒人要，父親臉色鐵青，讓我趕緊退貨，畢竟下個月還有極品雪狼王的拍賣。妹妹沈依依捂着鼻子後退，滿眼嫌棄地跟我說人魚的腥味很重，所有人都說我當了冤大頭，但我沒理他們，我的目光緊緊鎖在水箱裡那雙緊閉的眼睛上，只有我知道那雙殘缺的耳孔天生失聰，看似是傷殘，實際上卻是深海王族純血的標誌，畢竟在深海，魚類只需要聽見極低頻的震顫，根本不需要外耳的裝飾。深海異獸錄第7卷，雖龍而靈，得天地補，可退金身，蘊含永生之秘。我從小跟着爺爺長大，他智多近妖，但爺爺儘管和龜王結契，也還是在300歲時死於衰老。臨終前，他那只活了500年的龜王契約獸在一旁流下渾濁的眼淚。爺爺臨終前，枯瘦的手指抓着我的手，一字一句地叮囑我，沈家要的不是百年富貴，而是永生。死的時候，爺爺的牙齒掉光，眼睛萎縮，完全沒了人樣。衰老是連契約都無法完全抵抗的詛咒，我不要那樣死，我要永遠年輕，永遠活着。所以我看向水箱裡那條奄奄一息的殘次品，就像在看一座尚未開採的金礦。我轉身對所有人宣布它不是殘次品，我再次強調它是我的。我為那條人魚取名熬野。此後我掏空積蓄，用最頂級的生態循環系統，在宅邸地下建起一座模擬深海環境的巨型水族館，每天還用最新鮮的深海魚蝦、100年人參、野生靈芝制成特供饵料，由我親手餵食。我甚至成立了專項科研小組，24小時監測它的生命體徵、心率、鱗片折射率、血液中稀有活性酶濃度，數據每天呈現在我書房的大屏幕上。第148天，鱗片基底色素細胞出現金色突變，占比0.3%。第301天，尾鰭新生組織檢測出超乎尋常的端粒酶活性。第509天，聽覺神經束出現自發性修復跡象，對特定低頻聲波產生反應。每一次數據跳動都讓我離目標更近一步。沈依依偶爾會誤入地下實驗室，穿着白裙子，像只無辜的蝴蝶。她趴在水族館玻璃上，指尖輕點，跟我說：“天天守着一條魚會很無聊。”她直言不諱地跟我說：“這人魚的樣子十分醜陋。”我瞥了眼實時情緒監測曲線，一個明顯的厭惡波峰。有意思，我心想，哪怕失聰也能感知到惡意嗎？知道這樣，後來我甚至放下集團繁重的事務，研讀大量晦澀的人魚心理學文獻，只為關注他每時每刻的需求。所有人都覺得我是被他迷瘋了。蛻變發生在一個毫無徵兆的滿月夜，警報器尖叫響起時，監控畫面裡整個水族館被一種爆裂的金光充斥，水流瘋狂旋轉，熬野蜷縮在漩渦中心，發出痛苦的低頻嘶吼。那聲音通過傳感器轉化出來，像是龍捲風碾過鋼鐵，它的鱗片一片片剝落，鮮血染紅海水，但新生的鱗甲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覆蓋軀體，每一片都流轉着純金的光澤。全場實驗人員的目光都緊緊盯着監控畫面，生怕錯過任何一個細節。很快轉變完成，熬野的銀髮如瀑，金銅似陽，尾鰭展開時華光流轉，照亮了整個庭院，甚至他恢復了聽力，魚尾也能时刻化作人腿。而他成功蛻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將我緊緊摟入懷中，帶着潮汐氣息的臉頰依賴地貼蹭我的頸窩。那一刻，我聽見了自己不太規律的心跳。其實人魚指甲、人魚頭髮也能美容養顏，要不就切它根闌尾吃吃算了。黃金人魚現世，消息如風暴般席捲各方，祝賀、刺探、覬覦紛至沓來。人都說我是撞了大運，竟撿到一條傳說中的黃金人魚。有人跟我說，古籍有記載，和黃金人魚結契至少能延壽300載。有人提醒我，機緣難得，讓我抓緊和熬野綁定契約。然而，人魚契約需要雙方靈魂契合度達到70%以上方可締結，而我們的檢測結果恰好卡在60%，一個微妙而尷尬的數字。於是，所有人都認為我們需要更多時間培養感情。但我爸媽早已將熬野視作準女婿，每次見他都眉開眼笑，卻沒人注意到我那位在音樂系深造、向來體弱安靜的妹妹沈依依，目光自熬野蛻變那夜起就再也無法從他身上移開。沈依依捂住了嘴，驚嘆着說出熬野的樣貌極美。後來的變化是悄然發生的，原本總是跟隨在我身側的熬野開始頻繁偶遇沈依依。花園的晨露間，泳池的碧波畔，總能飄來妹妹空靈婉轉的歌聲。沈依依開始專門練習一些人魚的古調，那是她從我書房偶然看到的殘譜上學的。好不容易恢復聽力的熬野時常聽得入神，金童中漾着我未曾見過的柔和漣漪。我還聽見沈依依同熬野開玩笑，跟他說起自己從小做的一個夢。他跟熬野描述夢中有金色大魚在黑暗裡發光，自己心裡難過，一直想救那條魚。他看着熬野說，見到他才明白夢中的大魚或許就是他。他笑着猜測自己和熬野上輩子或許就認識。這話逗得熬野紅透了臉。後來家族盛宴上，人影幢幢，喧囂擾攘，熬野明顯焦躁不安，尾鰭不耐地輕拍地面。就在這時，我妹妹沈依依拿起小提琴，對着熬野輕笑，一曲悠揚舒緩的樂章流淌而出，奇蹟般地撫平了他的情緒。曲畢，他在眾人讚賞的目光中怯生生地看向我，他小心翼翼地問我是不是搶了我的風頭，還解釋自己只是
是看熬夜不舒服才演奏。后来熬夜突然找到我，跟我說依依十分温暖。熬夜直言和你不一样。此后我能感觉到在熬夜身上有什么東西開始變了。一個午後，沈依依又一次不小心將一杯滾燙的茶水潑在自己的手背上，然後她痛呼出聲。正要來找我的熬夜幾乎是瞬間衝了過去，毫不猶豫地握住她的手，口中吟唱起人魚特有的治癒歌謠。淡金色的微光自她掌心泛起，那猙獰的紅痕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退。沈依依仰着臉，淚珠掛在睫毛上，聲音又輕又軟地向熬夜道謝。她跟熬夜說，我從來不會這樣緊張她。熬夜的金桶裡有什麼東西徹底化了。沒過多久，熬夜就拒絕了我為她安排的旨在提升契合度的系統性課程，然後公開表示希望多向沈依依學習人類藝術。她甚至開始用我的副卡訂購永不凋零的深海珊瑚送給沈依依，還在月光下為她吟唱惑人心魄的人魚情歌。有一次我提前結束會議回家，正好聽見沈依依在花房對熬夜低語，她帶着哽咽的語氣問熬夜，我對她這麼好，她以後是否真的會和我結契？她又帶着委屈表示，若是熬夜和我結契，自己或許就不能經常見到她了。熬夜的回答斬釘截鐵，跟她說自己只把我當恩人。熬夜深情地對沈依依說，依依，能觸動我靈魂的只有你。外界竊竊私語，嘲諷如暗箭。有人說我雖是沈家繼承人，卻用錢買不來人魚的真心。有人嘲諷人魚終究是要被我妹妹調走了，但那些我一概不理會。流言蜚語中，我依舊每日為熬夜調理身體，但那日我端着千辛萬苦尋來能鞏固她蛻變根基的龍血藤藥劑去找她，苦澀的藥味彌漫開來。熬夜漂亮的眉頭立刻蹙緊，毫不客氣的抬手把藥丸打翻在地，一把將我推開，聲嘶力竭的對我喊叫。熬夜滿臉嫌棄的跟我說，我的藥總是很苦，她不喜歡。此時沈依依恰巧路過，手裡端着一小碟親手做的甜膩的糕點，柔聲讓熬夜吃點甜的壓一壓藥味。她看向我，眼神無辜的跟我解釋自己只是心疼熬夜。這話說完，熬夜的眼中光芒微動，隨後她竟然當着所有人的面擺尾游向我妹沈依依。她向眾人表示自己遇見了真愛，她大聲說自己喜歡依依的歌聲，依依的歌聲比任何藥劑都能安撫她。她堅定地表示自己要和沈依依結契。她轉身金眸直視我，裡面是全然的疏離與指責。她跟我說人魚一族崇尚純粹的愛情，她指責我從頭到尾都帶着功利的目的接近她、測量她，不配得到她的心，更不配與她結契。說着，她揚起手腕，那裡浮現出2道淡淡的契約光紋檢測結果。她讓我看清楚，我和她的契合度只有60%，而她和依依的是100%。她高呼我們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她跟眾人說明依依現在病得很重，只有和她結契，分享生命之力才能救依依。她要求我若是真的對她好，就該成全他們。爸媽聞訊趕來，愣在當場。此時沈依依適時的身子一軟，靠在母親懷裡，她的臉色蒼白如紙，氣若游絲的跟母親道歉，說自己不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又跟众人表示自己和熬夜的契合度是上天注定的。隨後他們就看見了沈依依眼裡的淚珠。話音剛落，全場目光齊齊複雜的落在我身上，我緊握拳頭，一言不發，卻興奮的渾身發抖。我從小作為沈家繼承人，跟在爺爺身邊學習權術與規矩，同我爸媽的關係自然不比沈依依同他們的親昵，更何況妹妹同我是雙胞胎，但因為胎裡落下的病症，天生體弱。半年前，她的體檢報告更是如一道驚雷，她被發現爆發了罕見的基因缺陷症，以現今最先進的醫療技術，也不過是勉力延緩。醫生更是私下坦言，生機渺茫。可我查過她的就診記錄和藥物流水，那些所謂的救命藥，她近3個月來根本沒有按時服用。她在用自己的健康演一場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大戲。所以當晚，一群人就拉我談心，室內燈光溫暖，氣氛卻冰冷沉重。母親率先開口跟我說她憋在心裡多年的話，說我生下來就搶了依依的養分，才讓依依先天不足。母親跟我說，接生醫生說我的臍帶繞了依依脖子3圈，我是帶着惡意出生的，欠依依的這輩子都還不清。母親要求我這次必須讓着依依。緊接着父親也開口了，說檢測結果不會錯，熬夜和依依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這是天命，強求不得。那100%的契合度是老天爺給依依指路，也是讓我還債的機會。還強調依依時日無多，熬夜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聽見這話，母親也仿佛抓住了什麼依據，語氣陡然變得急切，甚至尖銳。母親跟我說，我從小到大擁有的都是最好的，有爺爺的栽培，還有沈家繼承人的位置。母親反問我，依依只有病弱的身子，現在連唯一心動的人我也要搶嗎？母親指責我心太硬了。母親表示，我契約熬夜只是為了延壽，而依依是真心愛他。母親強調，沒有熬夜，依依熬不過去。此時沈依依也適時的輕咳幾聲，嘴角滲出一絲血紅，隨後她淚光盈盈地望向我，聲音細若游絲，對我說，從來沒想過要和我爭什麼，又說自己知道快死了，本不該奢求什麼，眼裡帶着期盼，說真的好想和熬夜一起活下去，還哀求我可憐可憐他，把熬夜讓給他，哭着說沒有熬夜自己真的會死。一邊說着，一邊用只有我能看清的角度對我露出了一個極淡極快的微笑，那是勝利者的微笑。此時熬夜就站在他身側，小心翼翼地為他拭淚，動作溫柔至極，但看向我時，那溫柔瞬間凍結，只剩下不耐與催促。熬夜跟我說，我這3年的恩情，他會用3顆淚珠償還，足以抵我所有花費。熬夜說，但我的心已屬於依依。他說他的靈魂也只會屬於依依。最後還是父親拍板一錘定音。父親跟我說，我是做生意的人，要懂得權衡，若是不成全依依，輿論會對我這個繼承人不利。父親表示，董事會那邊他不好交代，問我是否想失去繼承人的身份。父親要求我成全依依，彌補出生時的過錯，趕緊把人讓給妹妹。我靜靜地聽着每一句話，看着每一張臉，然後低下頭，輕輕地笑了。100%契合度啊，那真是太好了。我的腦海裡忍不住浮現出那本秘書上的文字，永生之秘，系
基於黃金人魚之情竅。人魚一族繁衍依賴体外受精，血脈力量至上，因此上天赐予他們天赋的同時，也封闭了他们的情竅，令其族群难以產生深刻的愛情羈絆，以防個體沉溺情愛，損害種族繁衍與力量純粹。而黃金人魚作為人魚中的至真王者，其真正價值恰恰在於這被封閉的情竅，唯有情竅打開，其血肉才具備令人延壽乃至觸及永生的神效。70%契合度是外力輔助下能刺激其情竅打開的最低閾值，而契合度越高，情竅開得越徹底，其藥效也就越強大。我花費3年也才堪堪將契合度培養至60%。我布下溫情的網，只待一個契機推向70%，卻沒想到我這位好妹妹如此善解人意，竟暗中助我一臂之力。她與熬夜暗度陳倉，恰好將這契合度推至了完美的巔峰100%。這已不是簡單的情竅初開，而是毫無保留的靈魂共振。我再次笑着說100%，這真是太好了。我同意了，把熬夜讓給沈依依，但條件是她必須親手將恩情了結，那3顆淚珠需她真心實意為我而流。人魚一族眼淚並非皆是珍寶，肉體的疼痛只能催出鹹澀的水滴，唯有真心經受，情感淬煉，淌出的血淚方能凝結成光滑流轉的真正人魚淚。我借口為了讓過程純粹，也為了避免沈依依看見血淚而心痛，我特意邀請熬夜來到隔音絕佳、設備齊全的地下觀察室，這裡曾是他每次體檢的地方，如今將成為他償付債務的場所。熬夜的語氣帶着卸下重負的輕鬆，跟我說：“我終於想通了。”他對我展露出一絲溫和，跟我說：“我是依依的姐姐，日後也是她的姐姐。”他跟我說，若是我喜歡人魚，等他和依依安定後，會帶我去人魚族領地，引薦幾位出色的人魚弟弟。熬夜還在暢想着未來，卻不知道這正好方便了我，同過去3年每次進行精密檢查一樣。熬夜習慣性地滑入中央的實驗池，池水清澈，他熟練地躺進那枚為他量身定制、鋪着柔軟海藻的合金貝殼艙內，準備開始流淚。起初，我循環播放那些曾用來測試他情緒反應的悲情電影與哀樂，他配合地醞釀情緒，眼角溢出淚水，滴滴落入特制的收集皿中，但留下的都是鹹腥的淚水。接着，屏幕上切換成我們3年間的點滴記錄。我深夜為他調試水溫，親手餵食，學習人魚與他笨拙對話。他的眼眶才微微發紅，流下的淚水中摻雜了極淡的血絲，但卻依舊未能凝結成珠。這證明他對我的絕非刻骨銘心的真情。直到他的目光無意間瞥見手腕上那根沈依依送他的普通至極的彩色橡皮筋，剎那間，他金色的瞳孔猛地收縮，像是被什麼尖銳的東西刺中了心臟。一聲壓抑的嗚咽溢出喉頭，第一滴渾圓殷紅的血淚終於緩緩凝聚，血淚滴落在玉白的收集皿中，暈開一小片驚心動魄的紅。他完全沒有發現，今日實驗池裡的不是精心配比過的模擬深海環境的鹽水，而是純粹的導電性極佳的淡水，更沒有發現他身下那熟悉的貝殼艙內壁幾處偽裝完美的花紋悄然劃開，冰冷的合金鎖扣如同捕食者的利齒，瞬間彈出，精準地扣死了他的手腕、腳踝以及那華麗的尾鰭。熬夜驟然從情緒中驚醒，試圖掙扎，卻發現往日溫順支撐他的貝殼艙變成了堅固的囚籠，機械的力量絕非血肉之軀可以抗衡。鎖扣紋絲不動，他臉上的血色盡退，驟然浮現出3年前我從暗無天日的拍賣行水箱裡撈出，他時那種深入骨髓的驚恐與無助。他的聲音因恐懼而變調，向我厲聲質問：“沈之夏，你想幹什麼？”他掙扎着讓我放開他，認為我這樣做無法逼他就範。他嘶吼着跟我說：“我告訴你，我就是死也絕不會背叛依依。”我並未立刻回答，只是慢條斯理地走到一側的操作台前，拿起早已備好的檸檬、香菜、蒜瓣和辣椒，依次放入一台破壁機中。機器啟動，發出低沉有力的轟鳴，瞬間將這些充滿刺激性的食材碾碎，混合榨取出濃烈馨香的汁液。我沒吃過人魚肉，不曉得人魚肉酸不酸，所以我特意準備了泰式的香料和日式的芥末醬油，當然川式那種拌鞋底子都好吃的蘸料我也沒有錯過，甚至連搭配烤肉才吃的乾料我也準備了一盤。要是還不好吃就油炸。我瞥了一眼旁邊預熱好的小型油鍋，此時金黃的油面平靜無波，高溫油炸的，沒有不好吃的。那邊熬夜見我沒有理他，估計以為這只是我某種變態的刁難或報復，所以仍在為擠出第2、第3顆血淚而努力，直到我按下另一個按鈕，禁錮他的機械臂穩穩運作，將他整條人魚從淡水池中緩緩托起，然後落在一個早已準備好的金屬平台上。那平台的大小高度分明，是為處理大型魚類而設計的砧板。冰冷的金屬觸感透過皮膚傳來，熬夜渾身一僵。這時我才轉過身，面對着他，緩緩戴上一雙白色手套，手套邊緣與袖口貼合，發出輕微的聲響，在寂靜的室內格外清晰。我看着他，平靜地說：“你說的對，我的確功利。”我繼續道：“早在拍賣行初見他的那一刻，我便心知肚明，他從不是什麼需要傾心相待的人魚，而是這世間最稀有、最極致的食材。”說着，我操縱機械臂調整固定鎖，讓他以更便於處理的姿勢躺平。我向他說明，淚能凝珠，血可養顏，魚肉延壽，這才是它的價值。刀尖須須劃過他的胸腹與魚尾的連接處，我冷哼一聲，直接告訴他傻子才會白白送人。我抬起眼，對上他因極度恐懼而失神的金眸，微微一笑。我輕聲跟他說：“我可不會殺了他。”我笑着道：“你可是金母雞，我怎麼捨得殺雞取卵呢？”我一字一句帶着含義說：“我只會一點一點吃了你。”說到這裡，熬夜被嚇得幾乎扭曲變形，就算是再俊美的臉蛋，此時也不過是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魚肉。他的聲音嘶啞破碎，不敢置信地跟我說：“你瘋了！”他瞪大雙眼跟我說：“我竟然要吃它！”他用盡全身力氣咒罵我：“沈之夏，你這個惡魔變態瘋子！”可是他罵人的話還沒有說完就戛然而止，因為我已經拿出一根胡蘿蔔狠狠地塞進了他的嘴裡。我搖了搖頭，跟他
跟他說我不是瘋子，我只是個普通人。說着，我輕輕撫過他俊美的臉龐。我跟他解釋，自然界的法則本就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我表示，人類站在食物鏈頂端，食譜本就該廣一點，能吃魚自然也能吃人魚。我攤手道，這很合理。我看着他緩緩說，平心而論，她真的很美。這3年，我偶爾也會動搖，想着養着看看也不錯。我嘆了口氣，似有惋惜。我話鋒一轉，可惜啊。刀光一閃，動作快準穩，切口平整，泛着珍珠白的魚肉微微顫動，邊緣滲出一絲淡金色的人魚血珠。我淡淡的說，我還是更怕死。我跟他說明，契約雖能共享壽命，但要看他臉色，還要每隔100年加固一次，太過麻煩。我俯身對他驚恐緊縮的瞳孔微微一笑，然後在他慘白的臉色中，我夾起那片魚肉蘸了蘸醬，我輕聲道，哪有吃進自己肚子裡，化作我的骨血，來得踏實永久。我優雅地將魚肉送入口中，細細咀嚼，感受着那奇特的肉質在齒間化開，果然是深海魚類，油脂比三文魚、藍鰭金槍魚來得更加豐富，混合着醬料的刺激味道，讓我微微眯起了眼睛。人魚的味道真不賴，而隨着这肉質進入我的體內，我能明顯感覺到有種活力在我的身體裡蕩漾。3日後，沈家為熬夜和沈依依舉辦的契約典禮賓客雲集，極盡奢華。沈依依身着綴滿珍珠的禮服，臉頰因興奮與期待染上嬌豔的紅暈，眼中光芒比華服更甚。她甚至在儀式開始前，特意走到我面前，用只有我們2人能聽到的聲音跟我說謝謝我的成全。她跟我說，等她好了，一定會好好報答我這些年的照顧。她的眼底閃爍着毫不掩飾的野心和即將勝利的快意。外界恭賀時，父親母親也當着客人的面不停誇她。父母跟客人說，多虧了依依經常陪熬夜說話、唱歌，人魚心情好才恢復得快。父母跟客人表示，熬夜和依依100%的契合度是命中注定的緣分。可眼看着吉時已到，熬夜也始終未現身。沈依依從嬌羞等到焦慮，最終提着裙擺不顧禮儀的衝到正在門口從容招呼貴賓的我面前。她的聲音因急切而尖利，問我熬夜在哪裡。她質問我把熬夜藏到了哪裡，還說今天是她和熬夜最重要的日子。我和周邊的賓客打過招呼，然後拉着她走到了主桌，笑着指了指正被父母風捲殘雲般享用的精美刺身。我笑着跟她說，她在這兒呢，她一直在這兒啊。沈依依臉上的血色瞬間褪盡，她瞳孔驟縮，似乎無法理解聽到的話。可我沒有因為她的愚笨嫌棄她，畢竟是我的親妹妹。我還是繼續用那種閒話家常般的語調耐心補充。我跟她說，熬夜的眼淚和血我已經高價賣給了急需延命的收藏家。魚肉被爸媽吃得很開心。我頓了頓，示意侍者端上一個更精緻的水晶小碟，裡面盛着幾片近乎透明、肌理細膩如織的魚生。我跟她說，熬夜尾鰭最嫩的那塊我特意留給了她。我表示她是我的親妹妹，身子弱，有好事我不會忘了她。沈依依渾身僵硬，機械地低頭看向那碟在燈光下幾乎會發光的刺身。她似乎終於意識到了什麼，臉上的肌肉開始不受控制的抽搐，胃部劇烈翻騰。她猛地捂住嘴，干嘔起來。她的聲音破碎，不敢置信地跟我說，這一切都是假的，我在騙她。她嘶吼着說，熬夜不可能變成這樣。她堅持認為這些都是我找來騙她的東西。我捻起一片遞到她唇邊，笑容溫和地跟她說，是不是假的？她嘗嘗就知道了。我跟她說，她最愛吃海鮮刺身，這是我特意為她留的最精華的部分。她尖叫着揮手打掉魚片，嘶吼道，她踉蹌後退，撞翻了身後的香檳塔，也渾然不知。在一片碎裂聲和賓客的驚呼中，她癱軟在地，眼神渙散。聽到我這樣說，沈依依的身體不受控制的劇烈顫抖起來，那顫抖從指尖蔓延至全身，連帶着她精致的裙擺都跟着輕輕晃動。她的目光死死地粘在那碟泛着淡金光澤的刺身之上，瞳孔縮成了針尖大小，裡面翻湧着極致的恐懼與不敢置信。她猛地抬起頭看向我，下頜線繃得緊緊的，嘴唇不受控制地哆嗦着，卻發不出半點完整的聲音。她的眼中交織着巨大的恐懼、慌亂與茫然，那眼神裡的遲疑昭示着她此刻大概還以為這只是我一時氣急說出的惡毒玩笑。我垂眸看了一眼腕間的定制腕表，冷冽的金屬表盤上指針恰好指向預定的時刻。宴廳裡的賓客也已盡數到齊，沒有一人缺席。我抬腳緩步走向宴廳前方鋪着猩紅絨布的主持台，步伐沉穩，每一步落下都像是踩在所有人的心尖上。走到台前，我抬了抬手，輕輕示意一旁正演奏着悠揚樂曲的樂隊停止演奏。樂聲戛然而止，原本還有些細碎交談聲的宴廳瞬間陷入死一般的安靜，落針可聞。所有賓客都不約而同地抬起頭，目光齊刷刷地望向我這位突然掌控了全場局面的沈家大小姐，眼中滿是疑惑與探究。我站在主持台中央，目光緩緩掃過台下的每一個人，最終落在話筒之上，對着台下的賓客緩緩開口，聲音透過音響清晰地傳遍宴廳的每一個角落。我向台下的賓客頷首，言簡意賅地說明，大家今日齊聚於此，原以為是來見證一場人魚與人類的浪漫契約盛典。我話鋒一轉，清晰地告知眾人，這場宴會的真正目的是讓大家參與沈氏集團跨時代生物科技產品的首發發布會。坐在主桌的父母手中的刀叉僵在半空，動作戛然而止，他們怔怔地看着台上的我，眼中滿是驚愕與不解，像是第一次認識我一般。沈依依站在原地，身子晃了晃，踉蹌了一下，若不是身後的侍者眼疾手快扶了她一把，她幾乎要站立不穩，摔在地上。我无视掉全場投來的各色視線，那些驚愕的、疑惑的、探究的，於我而言都不過是無關緊要的浮雲。我抬眼向台下的助手輕輕示意他將準備好的展示台推上來。助手立刻會意，推着一個蓋着厚重黑絲絨的展示台，穩穩地走到主持台的一側，動作恭敬而利落。我走上前，伸手握住黑絲絨的一角，手腕微微用力，猛地將絨布掀開，動作乾脆利落，不帶一絲拖泥帶水。
絨布落下，3隻設計極簡卻處處透着精緻科技感的金色瓶罐赫然出現在眾人的視線之中，瓶身在燈光的映照下泛着柔和的金屬光澤。我對着台下的賓客清晰而鄭重地宣布，首先要向大家展示的是沈氏集團傾力研發的素光系列終極煥顏精華霜。我伸出手拿起其中一瓶精華霜，輕輕旋開瓶蓋，裡面是流動的鎏金色膏體，膏體之中隱隱有細碎的微光流轉，在燈光下格外耀眼。我側過身，目光落在前排的賓客之中，鄭重地邀請了其中一位容貌已然衰老、眼角與手背爬滿皺紋的商界女強人上台。女強人聞言，眼中滿是詫異，卻還是起身緩步走上主持台，臉上帶着幾分期待與好奇。在全場所有人的注視之下，我用指尖蘸取了少量的精華膏體，輕輕塗抹在她的手背和眼尾處，動作輕柔而緩慢。不過10幾秒鐘的時間，一場驚人的變化悄然在她的皮膚上發生。她手背上鬆弛的皮膚肉眼可見的變得緊緻飽滿，那些深深淺淺的紋路以極快的速度被撫平。她眼尾那深刻的魚尾紋竟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淡化消失，一點痕跡都未曾留下。原本布滿歲月痕跡的皮膚，取而代之的是細膩光滑的紋理，觸感細膩，吹彈可破。現場先是陷入一瞬的死寂，緊接着便響起了此起彼伏的難以置信的驚呼。賓客們交頭接耳，眼中滿是震撼。那位商界女強人接過侍者及時遞上的精緻化妝鏡，低頭看向鏡中的自己，猛地捂住了嘴，眼中爆發出極致的狂喜與激動的光芒。她反复撫摸着自己變得光滑的皮膚，臉上的神情滿是不敢置信，嘴裡喃喃着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我站在一旁，微微勾着唇角，微笑着等待現場的騷動稍稍平靜，才再次拿起話筒，繼續對着台下的賓客緩緩開口。我清晰地告訴眾人，這並非是什麼魔術戲法，而是沈氏集團獨家研發的劃時代的生物活性技術。我向全場眾人明確說明，這項技術的核心有效成分來源於世間極為珍惜的黃金人魚活性細胞。我直言不諱地告知所有人，正是眾人皆知的那位黃金人魚熬野，為這項偉大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素材。我的目光緩緩掃過台下的每一個人，最終在臉色慘白、眼神呆滯的沈依依臉上短暫停留一瞬，嘴角的笑意更深，帶着幾分冰冷的嘲弄。我對着台下的眾人緩緩訴說，當初我花光自己所有的積蓄拍下並救治熬野，從始至終都並非出於情愛，而只是一場精準的商業投資。我站在主持台中央，對着全场賓客鄭重地宣布，這場耗時3年的投資，如今已然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高額回報。說着，我緩緩轉過頭，微笑着看向台下主桌的父親母親，目光平靜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對着他們語氣平淡地說，這份成功還要多多感謝他們的鞭策與成全。我繼續說明，若不是他們一次次用家族利益和大局為重提醒我或許還下不了決心將這場個人投資轉化為惠及全人類的生物科技產業。我再次拿起話筒，對着全場賓客正式宣布，素光系列將陸續推出全系護膚產品。我同時告知眾人，除了護膚品，沈氏還將推出更為重要的生命活力補充劑，滿足人們對於延緩衰老的需求。我向大家表示，這款生命活力補充劑在前期的臨床試驗之中已顯示出顯著優化人體細胞機能、有效延緩衰老進程的明確效果。最後，我代表沈氏集團對着全場賓客以及通過直播觀看發布會的所有人，正式宣布，沈氏將以最頂級的合作條件，長期大量的收購各類人魚資源。我着重強調，沈氏尤其渴求黃金人魚這類珍稀的人魚資源，誠邀各界人士合作。沈氏集團歡迎所有有志於人魚生物科技領域研究的機構與我們攜手合作。這場突如其來的生物科技產品首發發布會效果堪稱炸裂，瞬間引爆了整個商界乃至全球各界。沈氏集團的股價在發布會結束後的接下來幾個交易日內一路高歌猛進，連續漲停，股價創下歷史新高。各類合作訂單與產品預售訂單如雪片一般從全球各個角落飛來，堆滿了沈氏集團的訂單處理中心，工作人員連軸轉都難以應對。沈氏的競爭對手們看着沈氏的一路爆紅，一個個紅了眼，心中滿是嫉妒與不甘，紛紛開始行動起來。他們不惜投入巨資，組建專業的研發團隊，試圖破解沈氏的核心生物活性技術，或是複刻出類似的產品。他們動用所有的人脈與資源，不惜一切代價，在全球範圍內搜羅人魚資源，想要以此為突破口，打破沈氏的技術壟斷。甚至有幾家實力雄厚的巨頭企業花費天價，也弄到了罕見的黃金人魚，投入無數資金，建立專屬的生物實驗室，日夜鑽研。然而，所有的嘗試最終均以失敗告終，沒有一家企業能夠複刻出沈氏的技術，更別說超越。他們耗費巨資研究得到的，只是一堆毫無特殊活性的普通生物細胞樣本，沒有任何實際的應用價值。所有的巨額投入，最終都血本無歸。他們當然不會知道關於人魚血脈真正的核心秘密，那套關於黃金人魚情竅的打開與利用之法，那是爺爺那只智多近妖的老狐狸在臨終之前只悄悄傳於我一人之耳的核心絕密，從未有第二個人知曉。而用黃金人魚這個噱頭作為誘餌，引那些貪婪的競爭對手入局，拖垮他們的資金鏈，最終收割他們的資源，本就是我和爺爺早在數年前便已布下的一盤大棋。一切都在按照我們預定的軌跡發展，沒有絲毫的偏差。很快，幾家昔日在商界叱咤風雲的巨頭企業，因為深陷研發泥潭，資金鏈徹底斷裂，再也無力支撐，陸續宣告破產。沈氏集團則抓住這個絕佳的時機，順勢出手，以極低的價格吞併了這些破產企業的核心資產、頂尖研發人才，就連他們手中那些耗費巨資搜羅來的，對他們而言毫無用處的無用人魚資源，也盡數歸沈氏所有。至於熬野這個我花費3年心血培養出來的黃金人魚，我怎麼可能一次性將它吃完，浪費如此珍貴的原料？它於我而言就是一隻會下金蛋的金母雞，具有無限的利用價
價值，必須進行可持續的開發與利用。我充分利用了人魚一族體外受精的種族特性，以熬野為唯一的副本，挑選出多條健康的血統純正的普通人魚作為母本，進行人工配種。經過數輪嚴苛的基因篩選，以及在特制的藥草環境中精心培育，我成功獲得了數十條攜帶黃金人魚前置的人魚後代，再輔以特定的情緒與生理雙重刺激，為這些人魚後代營造出專屬的情感環境。比如在高压的生存情況下，派出同我妹妹沈依依一樣的聖母型美人接近他們，這便是刺激黃金人魚前置覺醒，打開他們情竅的一種高效手段，屢試不爽。靠着這樣的方法，我成功培育並催熟了多條可用的情竅完全打開的黃金人魚，為沈氏的研發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核心原料。一條穩定、可控、可再生的黄金人魚原料生產線就此在沈氏的秘密實驗室中建立，从未對外公布。在沈氏集團絕對的技術壟斷以及龐大而成熟的商業運作體系之下，我們迅速從 K 市本地的一家醫療巨頭崛起為全國乃至全球生物科技領域無可爭議的行業霸主。昔日那些在背後竊竊私語、嘲笑我耗費巨資卻用錢買不到人魚真心的聲音，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人畢恭畢敬的沈總英明。我的父母在定期服用我為他們專門提供的特制青春補充劑後，身體狀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重新煥發了年輕的活力。父親的白髮漸漸變黑，臉上的皺紋慢慢淡化，母親的皮膚變得緊緻，整個人看起來年輕了20多歲。然而經歷過熬野與沈依依的事情，又見識到我雷厲風行的手段與狠厲的心思後，他們再也不敢對我的任何決策有半句智慧，甚至連看我的眼神都帶着幾分小心翼翼的畏懼。距離那場轟動全球的發布會過去整整3個月後，沈宅的餐廳裡正進行着一場氣氛微妙的晚餐。長長的紅木餐桌之上擺放着精緻的餐點與醇香的紅酒，水晶吊燈的光芒柔和的灑下，卻驅散不了空氣中的沉悶。父母的臉龐已然恢復到了40歲左右的年輕光澤，皮膚緊緻，眼神明亮，不見半點衰老的痕跡。父親甚至重新開始染黑頭髮，打理得一絲不苟。母親則換上了年輕時風格的精緻裙裝，精心打扮着自己。他們坐在餐桌的一側，目光落在長桌盡頭的我身上，臉上掛着刻意而僵硬的微笑，那笑容裡滿是小心翼翼的討好，沒有半分父母對女兒的自然親昵。晚餐進行到一半，父親親自拿起湯碗為我盛了一碗熱騰騰的濃湯，動作殷勤，語氣是前所未有的溫和與恭敬。他將湯碗輕輕推到我面前，笑着跟我說，這個月速光系列的財報數據十分驚人，創下了新的紀錄。我用餐巾輕輕擦了擦嘴角，放下餐巾，抬眼看向他們，臉上沒什麼表情，語氣平淡地跟他們說，有樣東西我覺得該讓他們好好看看。我對着站在餐廳角落的助手抬了抬手，示意他將準備好的移動屏幕推過來。助手立刻推着一台高清的移動屏幕走到餐桌旁，恭敬地站在一旁等待我的指令。我伸出手指在屏幕上輕輕一點，點擊播放按钮，屏幕瞬間亮起，出現了清晰的畫面。第一段播放的錄像是沈依依私人保險櫃的掃描文件，上面清晰地記錄着她過去1年的藥物購買記錄，以及她實際的藥物服用劑量對比圖。圖上的紅線代表着她實際的服藥劑量，始終穩穩地停留在安全劑量以下，從未達到過治療所需的標準。尤其是在她被確診患上絕症後的3個月裡，紅線直接降到了0點，她甚至完全停止了服藥，一粒藥都未曾吃過。看着屏幕上清晰的數據，母親手中的银質湯勺哐當一聲掉落在洁白的瓷盤裡，發出清脆的聲響，打破了餐廳的沉寂。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眼中滿是震驚與不敢置信，身子微微顫抖着。屏幕上的畫面切換，第2段播放的是一段清晰的音頻，裡面傳來沈依依輕柔的嗓音，那聲音裡還帶着幾分得意的笑意。音頻裡，沈依依正在跟母親保證，她早就仔細打聽過了人魚契約的規則。她還跟母親說，熬野現在對她十分上心，言聽計從，只要她再裝的病得重一點，熬野一定會心軟，答應與她結契，最後得到所有好處的只會是他們母女2人。音頻的最後是沈依依獨自一人的自言自語，那語氣裡滿是嘲諷與不屑。她嘲諷我是個十足的蠢貨，竟然真的相信她得了絕症，活不了多久，還說熬野也是個蠢東西，頭腦簡單，所有的人魚都這麼好騙。她得意洋洋地說着，等她和熬野的契約成功締結，沈家的所有家產，還有熬野這條珍貴的黃金人魚，都會是她的囊中之物，她會成為沈家真正的主人。音頻播放完畢，餐廳裡再次陷入死寂，母親再也控制不住，發出一聲不似人聲的尖叫，那聲音裡滿是崩潰與絕望。她身子一軟，直接癱坐在冰冷的地面上，精心打理的頭髮散落下來，貼在臉上，顯得狼狽不堪，再也沒有了往日的優雅。父親猛地站起身，踉蹌着後退了幾步，雙手緊緊地扶住餐桌的邊緣，才勉強穩住身形，不至於摔倒。他先是低頭看着地上崩潰大哭的妻子，眼中滿是慌亂，又猛地抬頭看向屏幕裡那個陌生而可怕的女兒，眼神裡充滿了陌生與失望。最後他的目光緩緩落在始終平靜淡然的我身上，眼中滿是複雜的情緒，有震驚，有愧疚，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恐懼。他張了張嘴，聲音乾澀的如同砂紙摩擦一般，帶着難以掩飾的遲疑，小心翼翼地問我，是不是早就知道這一切，知道沈依依一直在裝病騙所有人。我拿起桌上的紅酒杯，輕輕晃了晃，杯中醇香的紅酒在杯壁上留下淡淡的酒痕。我抬眼看向他，語氣平淡地跟他說，從沈依依第一次不小心把藥倒進花盆開始，我就什麼都知道了。我放下紅酒杯，跟他們說，我一直没有戳穿他的謊言，只是單純的好奇，想看看他費盡心機到底能做到哪一步，想看看他的演技究竟有多逼真。我話鋒一轉，語氣帶着幾分冰冷的笑意，跟他們說，我忘了告訴他們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們現在每天服用的青春素核心主要成分來自熬野的刺激再生組織。我清晰地向他們說明，這些刺激再生組織的活性只有原生組織的30%，
食，而且具有強烈的代謝依賴性，一旦停止服用，後果不堪設想。我頓了頓，目光緩緩掃過他們瞬間變得慘白的臉龐，細細欣賞着他們眼中驟然升起的極致恐懼與慌亂，心中沒有半分波瀾。我繼續向他們說明，只要停藥超過3個月，他們的身體就會以2倍的速度迅速衰老回真實的年齡，還會伴隨全身器官的加速衰竭，無藥可醫。父親的鎮定與偽裝在這一刻終於徹底崩潰，他再也顧不得什麼形象，對着我歇斯底里地嘶吼起來，眼中滿是絕望與憤怒。我看着他崩潰的模樣，微微勾了勾唇角，臉上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一字一句清晰而堅定地跟他說：我向他平靜地宣布，沈氏集团的董事會在昨天召開的會議上全票通過了一項決議，罷免了他在集团內的所有職務。我跟他說，董事會給出的理由是他年事已高，精力不足，宜回家安心休養，安享晚年。我繼續說明，他手中原本持有的沈氏集团的股份，因為之前為了給沈依依治病，早已做了抵押，如今已經由我名下的慈善基金會全額收購，他手中再也沒有沈氏的任何股份。我緩緩站起身，居高臨下地看着他們，目光冰冷，沒有半分溫度。我跟他們說，現在他們住的這座沈宅，吃的每一口飯，用的每一樣東西，吃的每一粒藥，花的每一分錢，都來自我的恩賜，是我願意給他們才能擁有。我抬眼看向屏幕上沈依依那張瘋癲扭曲的臉，語氣平淡地跟他們說：你们曾經要求我恩賜熬夜給他一樣。失去了所有依靠，孤立無援的沈依依最終還是瘋了，或者說她並非是真的瘋了，只是選擇用瘋癲的方式來逃避自己親手釀成的苦果，逃避現實的懲罰。我曾讓人逼着她吃下了熬夜的肉，那珍貴的黃金人魚肉徹底治癒了她天生體弱的病症，讓她的身體變得健康無比。但從那之後，她就像是變了一個人，終日抱着一個巨大的玻璃魚缸，寸步不離，對着魚缸裡面游動的幾條普通金魚不停呢喃着情話。她的情緒時好時壞，時而笑得甜蜜無比，像是沉浸在熱戀之中，時而又突然放聲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她始終堅信魚缸裡的這些普通金魚就是她和熬夜的孩子們，是他們愛情的結晶。我曾在一次閒暇之餘去沈宅的偏院看過她一次，她坐在冰冷的地面上，懷裡緊緊抱着魚缸，看到我走進來，她抬起頭看向我的眼睛裡滿是渾濁的血絲，沒有半分神采。她對着我痴痴的笑，嘴角流着口水，含糊不清地跟我說，她和熬夜的孩子長得跟熬夜一模一樣，都有着金色的光澤。後來父親母親實在受不了她整日的風言風語和歇斯底里，外加他們也清楚地知道我與沈依依之間的矛盾早已無法調和，便私下商量着要將她送進精神病院療養，眼不見為淨。但他們的這個想法被我直接否決了，我沒有同意，只是轉頭讓人將她安置在沈宅深處一間特意為她準備的療養室裡，派專人看着她，不讓她隨意離開。這間所謂的療養室裝修的十分簡單，只有一張床，一把椅子，最顯眼的是房間裡那一面巨大的單向玻璃牆，這面玻璃牆的背後直接連接着我的核心生物實驗室之一，實驗室裡的一切都能從玻璃牆這邊看得一清二楚，而實驗室裡的人卻看不到這邊的景象。實驗室的正中央擺放着一個巨大的特制水族箱，水箱裡循環着淡金色的營養液，營養液中漂浮着淡淡的微光。熬夜就被我精心地養護在這個巨大的水族箱裡，沒有半分自由。為了確保黃金人魚原料的持續供應和活性，我沒有將它徹底殺死，只是保留了它的大腦、心臟和主要的神經中樞，將它做成了一個活着的人魚質。它失去了大部分的身體部位，只剩下殘缺的軀幹，像一件被拆解又部分重組的人魚藝術品，美麗殘破，卻又永恆地懸浮在淡金色的營養液中，無法死去，也無法活成真正的自己。沈依依每天的主要治療就是坐在這面巨大的單向玻璃牆前，一動不動地看着水箱裡的熬夜，從清晨到日暮，從黑夜到黎明。起初，他看到水箱裡殘破的熬夜，情緒徹底失控，瘋狂地尖叫、哭喊，用頭狠狠撞向冰冷的玻璃牆，一遍遍地咒罵我，說我是冷血的惡魔，不得好死。後來，他的情緒漸漸平復下來，開始對着冰冷的玻璃牆低聲呢喃，一遍遍地訴說着他和熬夜之間那些所謂的愛情，幻想着熬夜能夠聽到他的話，能夠回應他，但他永遠都不會知道，這面玻璃牆是特制的，隔音效果達到了極致，就算是超出常人能聽到的低頻和高頻聲音，也無法透過玻璃傳過去半分。他的所有呢喃與訴說，都只是對着一面冰冷的牆壁，沒有任何人能夠聽到。而我早已將那場發布會上的所有情景剪成一個個片段，反覆給熬夜觀看，讓他清晰地看到沈依依是如何與我聯手，將他變成如今這副模樣。如今在熬夜的心裡，沈依依和我是一夥的，都是殘害人魚一族的兇手，是將他推入地獄的罪魁禍首。熬夜曾經有多愛沈依依，對他有多痴迷，如今就有多恨他，那份恨意深入骨髓，刻進靈魂。再後來，我讓人每天按時給沈依依送飯，飯菜做得十分精緻，營養搭配均衡，但每一頓飯的主菜永遠都是各種精心烹調的魚，有時是清蒸的鱸魚，有時是紅燒的鯉魚，有時是新鮮的生魚片，日日如此，從未更改。我每次去看他，都會對着他，語氣平淡地跟他說，讓他多吃點魚，魚肉營養豐富，對他的身體好。多吃魚，這樣你才能和你的熬夜哥哥真正融為一體，永不分離。日子一天天過去，沈依依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她日漸消瘦，最終蜷縮在冰冷的玻璃牆邊的地毯上，形銷骨立，毫無生氣。她曾經靈動美麗的眼睛，如今只剩下2個空洞的黑洞，沒有半分神采，像是失去了靈魂的木偶。有一次我去看她，她聽到腳步聲，猛地抬起頭看向我，眼中沒有了往日的哀求，也沒有了刻骨的咒罵，只是用嘶啞乾涸的聲音輕輕問我。我站在療養室的門口，逆着窗外的光線，身上籠罩着一層淡淡的光暈，聲音平靜無波，沒有半分溫度。我告訴她，她所承受的一切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我對此感到厭倦的那一天。我緩緩開口跟她說，她應該知道，對於我這樣的永生者來說，想要在漫長的歲月裡找到一點能讓
讓人提起興趣的樂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听了我的話，先是怔怔地看着我，然後突然咯咯地低笑起来，那笑聲干澀而诡異，在空旷的房间裡回蕩。緊接着，他的笑聲越來越大，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嚎哭。那哭聲裡滿是絕望、崩溃與無盡的悔恨，撕心裂肺。最終，他的哭聲漸漸低下去，歸於死寂，再也沒有發出半點聲音。他緩緩低下頭，把臉緊緊貼在冰冷的玻璃牆上，目光痴痴地望着玻璃那頭。水箱裡那團模糊的金色光影再也不說話，一動不動。我看着他這副模樣，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只是平靜地對着一旁的管家吩咐，讓他好生照料沈依依，確保他活着，卻也不讓他好過。吩咐完，我便轉身離開，沒有再回頭看一眼。那間療養室裡的一切都不過是我漫長歲月裡一點微不足道的樂趣。如今，我再度踏入那間頂級的拍賣行，拍賣行的負責人恭敬地跟在我身後，為我翻開最新的拍賣冊。拍賣冊的最後一頁，壓軸的拍品是一張鳳凰獸人的高清圖片，圖片上的鳳凰獸人羽翼絢麗，金光閃閃，氣勢磅礴。爺爺留下的秘書上說，鳳凰獸人一生痴情，心只裝了下一人，永遠不會背叛。這樣的鳳凰獸人最適合節氣，成為最忠心的貼身保鏢，永遠守護在身邊。我伸出手指，輕輕撫過圖片上那絢麗的羽翼，指尖感受着紙張的紋路，腦海中想起實驗室的水箱裡那抹永不消散的金色光影，嘴角不自覺地勾起一抹極淡的弧度，眼中閃過一絲期待的光芒。新的投資目標，新的樂趣，總是如此令人期待。